做着自由的模型 TC Go 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万代在2024年发售的 F2S 捷德奥特曼。本款模型目前现货价格在78元左右，甚至还在往下跌。作为 F2S 奥特曼系列的第6款产品，本身的定位也是在逐步的稳定。上一款布莱泽得益于多次成型零件的处理，即便是有很多细小的贴纸，最后的成品效果和把玩体验也是比较优秀的。本款捷德在此基础上也是继承了布莱德的优秀点。今天的视频一方面详细的介绍这一款 F2S 捷德奥特曼，另外一方面也是和布鲁可的捷德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本款模型的峰会属于是捷德奥特曼释放十字冲击波之前的蓄力状态，充满了张力，并且画面感会很棒。套件内部一共是10块板件，标配的职业说明书1份，补色贴纸也是给了1张。这个补色量看上去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最后拼完的状态，老实说其实也还行。一会儿我们再看。本款模型在透明件的部分是采用了近2年常见的偏光成银色，在不同的角度下会有轻微的色彩变化，不过我这个好像没拍出来。红色透明件也是同样的材质，效果也还不错。本款模型在宣传的时候也是有提到多色成型零件的使用，但是只有胸部这一个零件是这么做的，虽然效果还不错，但是总感觉会有些刻意。这一次的银色部分也终于是做成了银色的金属成银色，而不是之前的几款水泥灰，但是对比布莱泽的银色成银色还是要浅了一些，也是有点发灰。本款模型是提供了2个面罩替换零件，但是水纹都会比较明显，而且正好都在正面，就像凯撒贝利亚的额头伤疤一样。黑色板件依旧是摩擦质感，整体的效果还可以，并且零件边缘为了符合捷德的花纹做的是比较锐利，在这一点上红色零件体现的会更好。可以看到零件是非常的尖锐，加上零件材质偏软，做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捷德奥特曼的主体、光线套摇件、闪电套摇件、眼睛套摇件、造云手以及红灯替换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本款模型的贴纸主要应用在哪些部分。头部后方2侧的银色补色，脖子部分的银色补色，肩部的红色三角。裆部分件比较简单，所以正面这2块都是贴纸补色，侧面是黑色的贴纸补色。大腿根部这一部分的银色长条和旁边的黑色都是贴纸补色。再最后就是膝盖侧面的这个小的银色补色了，剩下的部分都是通过分件实现的分色。整体来说，贴纸处理的其实还说得过去，也算是为了体型做的取舍。本期视频先来谈点各位比较感兴趣的，拿出布鲁可传奇版本的捷德奥特曼进行对比，然后这里我还找了一张捷德奥特曼正面皮套图进行对比。在外观方面，万代 F2S 更还原皮套原本的造型设计，尤其是身上的红色和黑色条纹的处理，布鲁可这个不是特别行，并且很多地方的钝化处理现在来看不是很舒服。F2S 得益于万代在这一套模具的精度的处理和嵌套分件的应用会更好一些，最后呈现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平滑。还有就是身形比例以及每个部分的衔接轮廓也会更加的自然。即便是现在比较热门的赛罗奥特曼也有相同的比例身形问题，尤其是肩部这个部分，但是 F2S 赛罗做的简直是一坨屎，太垃圾了。所以这2个对比之下，布鲁可的赛罗要好上太多。其实总的来说，我想表达的是戴孝子和布鲁可孝子都需要认清自家产品的不足，不可过分的吹捧，也不可过分的贬低。如果都能做到这个状态，那么老实说，对于整个交流环境会更好一些。布鲁可也是在进步，从捷德到赛罗，这个外观上进步会很大，尤其是头雕，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万代身形比例做的会更好，但是设计上也会有很多的缺陷，二者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所以对比之下，单论外形，我是更推荐万代的 F2S 奥特曼。目前的现货价格对比之下也会更加的便宜，造型也会更好。至于其他的配件方面，这个就看各位的需求了。不过万代的金属成银色是真他妈垃圾，即便是这一次和之前的水泥灰有差距，结果做的还是不行。同时这里说一下 F2S 的捷德奥特曼的红色零件都是带有强烈的荧光效果，并且都是以条纹零件为主，也可以模拟一下捷德蓄力过程中身上流动的光线状态，但是这个透明件就不具备荧光效果了，所以看上去就很怪。首先来看一下头部，捷德头部结构主要是银色和黑色零件为主，一整块的红色零件直接嵌套上去，最后剩下2个部分就只能用贴纸补色了，算是处理的比较合理，制作也会更加的方便。头盔部分正面正好是有水纹的，比较影响整体的观感。布鲁可的正面也有2个像胡子一样的水纹，捷德的眼睛是采用了珠光成银色的透明件，有一定的反光效果，但是眼睛内部没有提供贴纸，反光度也会比较一般，并且透明件的内部也没有像布鲁可一样提供凸起。自从万代在 F2S 泽塔奥特曼上实现了钻石眼的状态，剩下的眼睛处理都会比较一般。
那么头部还有一个贴关件，就是蓄力十字冲击波的时候眼睛放光的状态。我能理解这个透明件是想还原出那种光线释放的状态，但是也忒抽象了，无论我怎么看都会感觉别扭。拆除透明件也是和正常的头部一样的配置，所以再买一盒给蓝色透明件给涂成红色，也能还原红眼捷德。为了替换头部方便，这里建议针对头部内侧的孔位进行扩孔，主要就是这个部分会比较紧，头顶尖刺还扎手。对比布鲁克的头部，我是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眼睛的尺寸和角度 ，F2S 的会更加的细长，布鲁克的会比较大，尖刺也会比较圆润。脖子部分也是嵌套结构，但是这个部分只有2个分件，银色部分就需要再补一下了。头部和脖子中间的连接件是一段卡扣，一段球形关节，在头部抬起的时候，脖子后方的零件会向内活动，做出一定的让位。剩下的就是2段球形关节的可动，比较常规，但是脖子和头部的连接会松一些。胸部和腹部是没有贴纸补色的，都是通过了分件实现。其实比较明显的就是胸部前端是采用了多色成型零件，就是这个部分的银色和黑色，边缘会非常的光滑，甚至看不出缝隙。反观其他部分，即便是精度再高，也还会存在一定的凸起。胸部侧面的这个红色零件安装也需要注意，这个尖刺会比较薄，卡损也是比较小的，安装会费劲一点。彩色计时器也是提供了红灯替换件，但是和眼睛的问题是一样的，缺少反光贴纸的加持会比较暗。腹部中间的这个部分腹肌刻画也是非常的清晰，摸上去能够感受到6块腹肌的体现。胸部和腹部连接是通过了长的关节，带有一定的侧摆可动，但是这个部分在不活动的状态下看着非常自然，一旦是摆动作，腹部和胸部的割裂感就会很强。裆部的这里的零件处理从上面来看只有一层，如果想要还原正面这个分色，按照我的想法是黑色零件打底，然后侧面的红色零件延伸到前面，最后添加银色零件，但是这样的话就可能导致最后像布鲁克一样会有点厚。贴纸后面的零件也是提供了凸起，补色也会方便一些。躯干部分虽然是球形关节连接，但是可以拉伸出来一点点，然后再进行活动，但是吧，这样就会导致这个关节的割裂感很强。手臂最大的问题就是上臂和肩部的连接这个部分没有分开，导致在活动的时候特别容易穿帮，并且手臂和肩部连接的球形关节会松一些，建议加固。捷德的肩部卡榫设计和布莱泽是一样的，并且活动比较顺畅，不会出现前几个关节过紧的问题。引出关节也是设置了防穿帮的设计，但是向前的引出关节会偏紧，拉出来比较费劲，建议打磨一下。毕竟这个关节对于后续释放十字冲击波是很有用的。小臂这里的零件内部是设计了卡榫和高低差，所以不是太好改成平转关节。如果这个部分能做一个平转关节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不像前几个在正面那么明显。手肘虽然是3段式结构，不过只有90度多一点点的可动。三人手是提供了4对握拳手型、掌型、手刀以及战斗起手式。不过由于三人手的球形关节设计，导致手腕只能进行平转，其他的活动角度会松一些。胯部下拉的结构也是正常的配置，下拉完成以后，胯部的可动角度会更好一些。大腿背甲看上去和胯部这里是不太匹配的，有点大，但是这个部分的线条正好连接胯部和腰部的曲线，连成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弧度，一体性会非常好。拼接缝隙和水口从侧面上看会比较明显，对于精度整体来说会好一些，这个部分摸上去也会更加的平整。膝盖部分是分为了3段式结构，但是可动也只有当前的水平。对比一下 FRS 其他几款的状态，特利迦、赛罗、泽塔这几个膝盖关节的设计割裂感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泽塔这个。德凯的膝盖关节是一大坨，这个部分的割裂感也会很强，看上去会很怪。目前最好的就是布莱泽这个膝盖处理，捷德这个相对来说还可以。脚腕关节为斜切设计，并且尺寸感觉是大了一点点，观感一般。同时这个部分的关节会有些紧，需要注意。最后的配件还剩下闪电跳跃件和光线跳跃件。闪电跳跃件的动态处理不错，并且是采用了卡扣的方式，直接插在手腕上就可以了，也能给其他的产品进行使用。但是造人手和特摇件不太匹配，这个部分的效果比较一般。闪电特摇件的根部是柱形卡榫进行连接，可以正常的旋转。光线特摇件造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也是嵌套在手腕部分进行释放，加上特摇件的根部还有2个卡榫，可以安插闪电特摇件，最后呈现的效果确实也不错，冲击力会很强。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万代在今年发售的 F2S 捷德奥特曼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综合来说，这一款模型的身形比例做的这几款 F2S 奥特曼里边仅次于布莱泽的存在，速度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贴纸补色的部分也算是比较合理。在整体的玩法上并没有提供专属的武器配件，而是在光线特效件上玩出了花，但是头部的这个特效件确实做的有一些令人费解。
但是本款模型依旧是存在着很多缺点，比如肩部的关节设计这个部分，如果能给它分开的话，那么整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至于其他的关节设计，老实说，我个人还算是比较满意，也能满足日常的把玩，并且整体的关节没有前几款那么紧，把玩起来的安全性也会更高一些。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 ，FRS 奥特曼系列也算是在逐步的找到了自身的定位。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FRS 假面骑士的银色零件都能提供漆，而奥特曼这边银色都是用橙银色，甚至还有水泥色，这种比较垃圾的状态，属实是让我很难崩。也希望 FRS 奥特曼系列能够再稍微的给它重视一些，甚至可以说多用一些多色成型零件技术来达成更好的分色。针对于这一款模型，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喜欢奥特曼系列，想要有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造型和可玩性也会多一些的奥特曼，那么这一款万代的 FRS 捷德奥特曼目前来说也是比较适合的，或者说再等一等它再降一点再买也不迟。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